在回溯第二个世界时，萧峰便带着两小只还有第二个世界里的大望线在空间里重新建了2个小木屋，又在旁边弄了个厨房。至于阿朱做饭用的水源来自空间，萧峰有时候也会把外面的水带进来，供阿朱用。收拾好一切，魏婴拉着蓝湛和魏无羡来到瀑布旁。大阿英，你看，我们现在身处之地正好是你从乱葬岗上空掉下来的地方。你是要在乱葬岗修炼鬼道术法，还是出去参加由仙门百家组织的射日之争，给江家报备温氏灭门之仇？魏无羡沉吟，我想先养好身子，射日之争就让仙门百家自己先去折腾。至于江家被温氏灭门之仇，与我魏无羡有何干系？魏婴诧异，你咋这么快就想通了？屈指敲了敲魏婴脑门，魏无羡道，你给我看了3个世界，我再想不通，估计你得拿着萧前辈的打狗棒给我几记闷棍子了。魏婴捂着脑门，我有那么暴力吗？魏无羡道，你觉得呢？魏婴道，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乖宝宝。魏无羡点头，只要没人招惹你，你确实算得上一个乖孩子。魏婴笑眯眯，那乖孩子邀请你和他去把这个世界的大战哥哥拐到我师父空间里来。魏无羡提醒，我们还在乱葬岗。魏婴扬眉，破了乱葬岗结界即可。魏无羡道，如果你在破了乱葬岗结界之后能修补好，咱们就去找蓝湛。打了个响指，魏婴道，一言为定。听说云梦江氏被灭门，江家只剩下江氏姐弟以及魏无羡3人。蓝忘机心下发紧，他不知魏无羡现在情况如何，有没有受伤。以最快的速度打听到魏无羡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在夷陵，蓝忘机连忙赶来，可他拿着魏无羡的画像在夷陵大街上问了好多人，都说没有见过魏无羡。蓝忘机觉得不对，兄长来信说江婉银已经招揽了很多新弟子，既然江婉银没事，为何魏无羡却没有消息？而且他也没听说江婉银有派弟子出来寻找魏无羡。在夷陵寻找无果，蓝忘机准备去找江婉银问他最后一次见魏无羡的情景。就在这时，魏婴出现在蓝忘机面前，他歪了歪脑袋，仰着脸，哥哥。蓝忘机愕然地看着魏婴，你是？弯了弯眸，魏婴笑眯眯，哥哥，阿英知道你找的人在哪里。蓝忘机呆了呆，你不就是魏婴？魏婴道，我是魏婴啊。哥哥。蓝忘机缄默，半晌，他盯着魏婴，你记忆有损？扑哧，魏婴笑了，哈哈，哥哥，我记忆有没有损，你跟我走就对了。蓝忘机道，去哪？魏婴道，你心上人所在之处。闻言，蓝忘机视线飘来飘去，魏婴笑道，哥哥，你耳尖好红啊。蓝忘机蜷缩着五指，你看错了。身在空间里的魏无羡指着魏婴，向一旁的蓝湛抱怨，蓝小湛，你看，魏小英这个臭小子磨磨唧唧的，一句话能解决的事情，非要逗着蓝湛玩。蓝湛神色淡淡，他说我好玩。魏无羡不假思索，那你让他玩你，别招惹大的你。蓝湛，魏无羡，我刚刚说了个什么鬼？阿朱忍俊不禁，阿英，师娘问你，你是不是喜欢大的蓝二公子？魏无羡道，喜欢啊。顿了顿，魏无羡道，可他好像不喜我。大魏婴，魏婴恨铁不成钢，刘影石上的3个世界你白看了。没有搭理魏婴的话，魏无羡看着跟在魏婴身后的蓝忘机，蓝湛，你来了。蓝忘机嗯了一声，便没有下文。魏无羡笑吟吟，听说你在找我。蓝忘机颤了颤长睫，我想知你是否安全。后面的话，蓝忘机怎么也说不出口。他被魏婴带进来时，虽然听到魏无羡说喜欢他，可他不知魏无羡说的喜欢是否和他一样。魏无羡在云深不知处求学时曾说过，世家公子都喜欢他，唯有自己对他爱答不理。而且在木樨山玄武洞，魏无羡曾亲口说过他不喜欢男人。正想着，蓝忘机听到魏婴把他未出口的话问了出来，大战哥哥，你是不是想知道大阿英是否安全呀？默了一瞬，蓝忘机道，魏婴道，如果阿英和战哥哥还有师父师娘没有出现，大阿英就不安全。把金丹剖给江婉银那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后，他被你们这里的温巢扔进乱葬岗。白着脸，蓝忘机道，魏婴没有金丹。魏无羡摸了摸鼻子，那个
我当时可能真如小阿英说的有点脑抽吧。萧峰道，你没有脑抽，只是报恩有很多种方式，而你却选择了最自伤的方式。想了想，萧峰决定将未来会发生的事告诉还在一眼万年深情对视的大望县。于是萧峰招呼大望县到他身边来。望基、无限。萧峰微微沉吟，我现在说的事情是你们未来会发生的事，你们俩听我讲完之后，无论做出什么决断，我和阿朱还有阿英以及阿战都会支持你们。且不提蓝忘机和魏无羡听了萧峰所讲的未来之事，心中是如何震惊，就说小望县、梁小芝，你看我，我看你。最后魏婴总结，师父，阿英终于听了一回完整版魔道祖师。萧峰嘴角一抽，那你有何感想？魏婴道，我就觉得自己美强惨，战哥哥有一点不太会追人。不过，魏婴顿了顿，道，战哥哥和我始终坚守自己心中的道义，就是在不夜天誓师大会上，我手上的杀孽造的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多，可如果我当时不还手，大战哥哥就要提前死道侣。萧峰扑哧，阿朱一笑，他道，羡，你以为其他时空的阿英和你一样，同阿战很早就两情相悦，彼此倾慕啊？魏婴抬起下颌，嘿嘿道，所以说我是最厉害的阿英。翻了个白眼，魏无羡道，魏小英，我以为自己够自恋了，没想到你比我还自恋。魏婴道，可我在自恋，心中最恋的人还是战哥哥。魏无羡，大阿英。魏婴凛了凛眸子，我还有一个感想。魏无羡道，魏婴道，珍爱生命，远离江家。不是嘴上说说的那种远离，而是要说到做到的那种远离。你当初在夷陵和姓姜的约战打了一架，估计只有你以为那是演戏。至于那个姓姜的，魏婴继续道，用得到你时，你们就是假决裂，可一旦你威胁到他们姜家利益，或是他无法再掌控你时，你们就是真决裂。甚至你在射日之争中功高盖主掩盖他的光芒时，他便对你起了杀心，但因为你对他还有利用价值，他不会杀你，却会把你置于仙门百家的对立面，是以金光善、金光瑶才那么容易号召仙门百家在不夜天讨伐你。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那个姓姜的没有一点能做到。魏婴凝眸，你以为姜氏姐弟信你如你信他们，其实不然。魏无羡纳道，你说的是未来阿英。魏婴道，未来怎么了？如果不是我和师父师娘还有战哥哥出现，未来阿英走的路就是你要走的路。魏无羡、蓝忘机道，魏婴，你在萧前辈这好好调养身子，我去参加射日之争，看好兄长，不让他和金光瑶有接触。蓝湛道，大蓝湛，你把兄长掳来，我和他说几句话，保证他再也激不起某瑶。蓝忘机愕然，